本期视频的主题20万预算，燃油车和混动车该怎么选？那为此呢，今天我和强军特意找来了这个级别比较热门的两款车型。一台是老牌合资油车代表，也是北方消费者接受度比较高的，俗称北方硬通货一汽大众迈腾。那另一台呢，则是国产混动新秀，更受南方消费者欢迎，堪称南方顶流，比亚迪汉 DM-i。我们拿到的这两款车啊，销量都非常高，价格也十分接近，所以可比性很强，也非常具有代表性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双雄巅峰对决。走起！第一个环节还是老样子啊，比比性能，看看谁的动力更强。我的这套动力啊 ，2.0T 发动机加上 DSG 的变速箱，传说中的黄金搭档，比加速就不信还能输给它？一个 2.0T 低功率不知道有什么好骄傲的。那我这台汉呢是 1.5T 加电动机的组合，综合功率和扭矩都比它大。走着瞧呗。哇，比亚迪这么快吗？它起步怎么这么慢？追上啊，赶紧追上它！加油加油！最终，汉 DM-i 0到100公里每小时用时8.06秒，迈腾0到100公里每小时用时8.98秒。你这0-100是比我快了一点，但是跑高速应该还是我 2.0T 更猛吧？那就比比看呗。那为了测试两款车的后段动力储备如何，我们再次进行100到120公里每小时加速比拼。最终，汉 DM-i 凭借更强的动力爆发，依然以明显的优势胜出，100到120公里每小时用时2.68秒，迈腾用时3.31秒。性能比拼之后呢，接下来进行由减速带铺设而成的极限颠簸挑战，看看谁的底盘舒适性更好。这个环节呢，我就先给它打个样吧。开始出发。啊，时速60了。我感觉还行。好像听到水杯倒下的声音。哇，我都已经开得这么小心了，还是倒了5个水杯，感觉还是挺难的。估计汉 DM-i 倒的水杯更多。强军这也不行啊，看我的啊，直接出发。40、50、60了，保持。我去，一杯都没倒，厉不厉害？结果极限颠簸挑战环节，汉 DM-i 高脚杯全部保存完好，迈腾呢则倒掉了5个。总体来说，两台车底盘滤震表现都很优秀。大众迈腾底盘柔韧性更多，面对连续颠簸减速带震动相对大一点，而汉 DM-i 则是家用舒适调教，底盘更软，滤震呢更彻底，所以日常开起来舒适性相对也会更好。第三个环节，家用车大家最关注的燃油经济性。这个环节，汉 DM-i 将在亏电模式下和迈腾进行一次油耗测试。出发前，两款车全部加至满油状态，并且小计里程清零。两台车都是经济模式，汉 DM-i 动能回收最高。开始测试。单说说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吧。首先就是我的这一台迈腾，开起来真的挺爽的，不愧是大众的双离合，换挡速度是挺快的，尤其是高速的时候啊，一脚油门下去，密码降档，
动力很快就上来了。虽然动力的响应速度不及电机，但是在油车里面绝对算是快的了，所以开起来是挺跟脚的。然后德系车嘛，操控一直都不差。这一台迈腾呢，绝对是属于那种好开顺手的类型。至于大家一直关心的双离合的市区表现，我今天已经开了有个把小时了，整体还是挺平顺的，偶尔会有那么一下的小顿挫或者是变速箱换挡的声音，除此之外都很顺。那既然来到市区路况呢，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台汉的驾驶表现，一个词：顺滑。那它那台双离合再怎么平顺，也无法和我这电机比啊。在市区低速开的情况下，那就是纯电车。优点是什么？动力线性，响应快，而且还很安静。尤其是在市区走走停停的时候，它那油车呢就需要来回换挡，而汉 DM-i 呢就不需要。另外，在隔音表现上也得给这台车点赞。我现在是在高速行驶，听见没？车里面很安静啊，这点表现呢就比迈腾要强多了。那总的来说呢，在动态驾驶上，平顺性、舒适性还有静谧性，汉 DM-i 的优势啊都要更加明显。两款车测试结束后，再次回到加油站加至满油，结果迈腾加油量为 14.1 升，行驶里程203公里，换算实测综合油耗为 6.94 升每100公里。汉 DM-i 加油量为 10.4 升，行驶里程203公里，换算实测油耗为 5.1 升每100公里。很明显，即便是在混动车最费油的亏电状态下，汉 DM-i 的油耗还是更低。当然了，不得不说，迈腾作为 2.0T 车型，综合油耗能做到7升左右，也足够优秀了。不过要注意的是啊，迈腾得加95号汽油，因此日常用车成本上还是更高一些。那静态体验呢，我们就选择了在户外进行对比，毕竟现在大家户外生活呢越来越多了，这一点我汉 DM-i 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啊。你这多少有点欺负人了吧？你看在户外啊，大家现在都喜欢煮茶呀、电烧烤啊，还有火锅啊，那这些汉 DM-i 都能轻松搞定。它是有3.3千瓦的外放电功能的，那在户外用电呢是非常方便的。那在户外能够用电，这是非常能够提升户外幸福感的。说实话啊，作为一个油车车主的话，我确实挺羡慕你刚才说的这些功能的，尤其是周末带孩子出来玩，比如说在外面办公，给电脑充个电，用起来很方便。那你要这么说啊，那如果是在户外累了，那在我汉 DM-i 车里，我还能带小孩子看看动画片，然后还能通过车机看看电影。你那台迈腾的车机，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扎心了，老铁。行，智能化和用车便捷性这一块，确实油车是不如混动的，这点我承认。但是设计这一块，迈腾还是挺帅的吧，大气稳重。但是我的汉 DM-i 尺寸更大呀，而且从外观看，它是不是气场更强？它的内饰豪华感和用料呢也更好。最关键的是汉 DM-i 的后排比你舒服呀。在内饰设计这一块，我承认迈腾确实没有太大的亮点，但是做工有惊喜啊，属于耐看型，整体还不差呀。虽然这两款车终端价格比较接近，但配置上的差异比较明显。比如安全和驾驶辅助配置上，汉 DM-i 要多出了开门预警、后方碰撞预警、内置行车记录仪360度全景影像、遥控泊车以及并线辅助等等，还有12个扬声器的丹拿音响、前排手机无线充电、后排隐私玻璃等等。而迈腾多出了方向盘加热功能，还有副驾驶的座椅通风加热。总体来说，汉 DM-i 的配置更丰富，尤其是安全配置更高。好了，那最后就是总结时间了。先来说说各自车型的优势。那强军，你先来。我这台迈腾呢，合资燃油车的标杆，典型的德系调教，操控好，动力优秀，在燃油车里面绝对是第一梯队的水准了。迈腾确实很好啊，但是我这台 DM-i 大家也都看到了，那无论是乘坐空间舒适性，还是内饰豪华感，都要更有优势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这套混动系统不仅平顺好开，而且动力也不比 2.0T 车型差吧？这一点我确实承认啊，但其实我更羡慕的是汉 DM-i 一些更实用的功能，比如说大屏啊，比如说外放电的功能，这样在外面用起来挺爽的，用起来也很方便。那综合来看呢，汉 DM-i 的产品力呢确实要更强一点，配置也更高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还是更喜欢燃油车、喜欢德系车，那么迈腾呢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